他们神色彻底变了，更是明白此事怕是已经无法镇压了。风暴已经掀起，想要平息岂能容易？而野心也已经被撕开，想要抹去，不说难比登天，也相差不了多少。大天师他们还没有见到，可他们的家中在白小纯的介入推行下已经乱了。这种内乱甚至比外敌入侵更为可怕。有的家族还好一些，可有的家族已经乱成一片，使得这些天侯不由得焦头烂额，只能回去立刻处理家族的乱子。到了最后，当天师殿的大门开启时，站在广场上的天侯只剩下了20多位，一个个也都苦涩中踏入天师殿。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也不知道大天师是怎么安抚的。最终这些人出来后，一个个都面色难看，可表面上却是选择了沉默。与此同时，在当天夜里，在监察府焦急等待的白小纯，他的传音预检在开始时只是震动了几下，这里面给他传递消息的都是各个家族内最不得志的几位试探的传音。在各个天侯家族中，那些回来的天侯，他们的镇压起到了效果，威慑了所有子嗣，使得白小纯这里的消息收获甚微。白小纯越发焦急，不愿听天由命，于是在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带着尸鬼大军前往各个天侯家族，不断的煽动，不断的怂恿，不断的给那些野心萌发的族人信心，甚至因此还与几个天侯产生了摩擦。可在那5000尸鬼下，这摩擦很快就被压制，同时安排周奕星外出，不断的散播消息，不停的给那些庶子信心与鼓励。在这风起云涌中，又过去了3天，眼看着众恩令已发布了数日，丝毫不见大天师有收回的迹象后，哪怕是有天侯威慑，可预检传音这种事情很是隐秘，也不担心被人发现，于是白小纯这里收到的消息也慢慢多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又过去了3天，各个天侯家族的天侯，他们的镇压几乎没有停止，各种手段都用出，或是冷酷，或是怀柔，使得这些天侯一个个心力憔悴。他们一方面要提防白小纯的到来，一方面又要镇压内乱，一个个疲惫不堪，心中更是悲凉。毕竟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血脉，这种内乱，外人又帮不上忙，只能他们亲自处理，甚至有的还不惜杀人。可越是这样，暗中活动的族人也就越多了起来。渐渐的，白小纯手中的玉简，其震动的频率越来越高，直至在数日后，随着有一个天侯家族传出了其子嗣竟被那位天侯残酷的亲自关押斩杀了大半的消息后，白小纯立刻抓住机会，带着尸鬼大军轰然而去，在那天侯家族中与那酷烈的天侯直接开战。这一战刺激了更多的天侯，顿时一道道长虹飞出，有不少天侯直奔白小纯而去，眼看要起暴乱。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天侯家族的庶子似经历了这10多日的压抑后，在周奕星的暗中撺掇下，居然也爆发起来。顿时不少家族的内乱轰然爆发，这一幕激烈的程度轰动魁皇城，最终还是大天师出手，这才压制下来。可那些天侯也都没时间继续理会白小纯，他们立刻就赶回各自家族，阻止内乱的发生。虽表面上阻止，可这件事情似刺激了所有家族的族人。白小纯那里的传音预检在一瞬间几乎没有停止过震动，一条条消息从整个魁皇城的90个天侯家族内，数量超过了上万的各个庶子以及嫡系却没继承权的族人那里不断的传递归来。我家有魂药37亿，白浩大人，我知道家族内有一处秘密的宝阁，平日里只有继承人才可踏入。我曾看到过天侯取出了一尊天人魂，是金属性的，家族内有10万4具。所有家族的庶子以及那些嫡系族人在被刺激之后，表面上的人人自危，可暗地里却一个个发狂般不断的将他们家族内的所有与家产有关的消息情报都暗中告诉白小纯。等于是白小纯一下子在每一个家族里都多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案子。很快的，来自各个家族的消息不断的涌入白小纯这里，使得他瞬间就掌握了所有天侯家的一切动向。第793集天宫家族，在所有的庶子以及那些嫡系却没继承权的各个家族族人看去，无论曾经他们多么的厌恶白小纯，可如今白小纯代表的是他们，是监督众恩令执行的自己人。而在这个时候，不是没有人想过造反，可众恩令的绝辣之处也终于显露出来，此计太狠。各个天侯家族只有一个继承人，可他们身为权贵，修为高深，妻妾成群，子嗣自然极多。这些子嗣族人还有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嫡系族人，他们的拥护与支持等于是站在了大天师的那一边。如此一来，除非是亲自灭了自己的血脉，否则的话，各个家族内部的乱子始终都在，他们又岂能造反？而归根结底，这种恩令下，所有家产资源也都不会有一丝一毫分配给外人，从始至终都是被这些天侯的血脉子四分走。这就使得大天师又站在了道理上，无论是大义还是道理，又或者是支持，都在大天师那一边。此计的狠辣终于全部显露出来。而更可怕的则是魁皇城的子民们，权贵与平民之间的差距也在众恩令下被直接引爆。几乎所有的魁皇朝子民
都对这众恩令极为支持，哪怕此事不会给他们带来丝毫收获，可心中对于权贵阶层的羡慕，对于那些所谓的继承人的嫉妒，使得他们很希望看到这些权贵家族的所有人都平均分配家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坍塌了庞然大物，虽会崛起不少新秀，可这些人与他们的差距也会缩小太多。而差距的缩小，其本身就让这些魁皇朝的子民们很是振奋，甚至前所未有的，他们支持大天师的力度也达到了极致，使得大天师的威望从之前的巅峰中竟然再次爆发增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若他想要自立新朝，似乎在这一刻也都不是不可能。这一幕让那些天侯全部恐惧至深，皆被震撼。他们中有不少人心头全是苦涩。实际上，这些天侯一个个老谋深算，其中有很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种恩令的可怕，只是知道归知道，而化解则是另一回事。此计若真的是那白浩想出此子，太过可怕。此人的心机之深已经到了鬼神皆惊的程度，他对人心的算计已经到了极致。什么样的人才能想出如此毒计？我知道了，这白浩他当年也是庶子，该死！莫非这是他早年在巨鬼城的白家时萌生的念头？这场风暴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是彻底掀起，从魁皇城开始，直至扩散开来，席卷整个蛮荒。不仅仅是天侯家族，还有很多炼魂家族都在这风暴之中。而这风暴的核心以及始作俑者白小纯，此刻正盘膝坐在监察府内，双目中的疲惫已经掩饰不住。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丝毫休息。那些传递而来的消息，任何一条都被他看得极为仔细，不断的分析判断，想要从中抽丝剥茧的找出线索。从白浩失踪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白小纯心中的疯狂，好似化作了肆虐的火海，在焚烧别人的同时，也在煎熬他的自身。他无法不去担心白浩的生死。半个多月，丝毫的消息都没有找到，这一切使得白小纯忧心忡忡，整个人心烦意乱到了极致。他的呼吸时而紊乱，气息的波动都带着躁怒不安。只有在分析各种消息及可能的线索之时，他的气息才有所平稳。来自御姐内的消息虽多，可还不算全面。白小纯知道，想要找到白浩，他必须要掌控更多的线索。这场众恩令的燎原大火，还需要燃烧得更猛烈一些。白小纯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远处的天地，那个方向是魁皇城的第5区，5区以内是天宫家族所在。是时候对天宫家族动手了。只有动了天宫家族，不但可以从天宫家族内获得消息，更可对天侯家族内的那些心存畏缩之徒产生更强的信心。白小纯狠狠一咬牙，蓦然站起，一晃飞出。很快的，他就带着所有尸魁直奔第5区。他的出动被无数人关注。此刻，众人看着天空上呼啸而过的尸魁大军，纷纷远远跟随，直至他们看到白小纯的目标居然是第5区的天宫家族后，所有人都不由得吸了口气，同时内心被强烈的刺激了一下。天宫家族，这白浩胆子太大了！众恩令的监督居然去了天宫家族。在这众人惊骇失声议论不休之时，5000尸魁大军直接冲入第5区。白小纯在最前方，他的两侧站着一黑一银2尊散出天人波动的尸魁，在后方则是9尊半步天人的黑甲，带着翻天覆地的气势。没有停顿，在踏入第5区后，白小纯直接就靠近第5区的天宫家族。他隐隐记得，这个家族的天宫是一个老者，与白小纯之间没有什么来往。可眼下，白小纯也顾不得太多，骤然靠近时，突然的，这天宫家族内直接就出现了一道光幕，将白小纯阻挡在外。那光幕上慢慢浮现出一张面孔，这面孔是个中年男子，他冷冷地望着白小纯，淡淡开口：“监察使有话就在这里说吧，此地任何人不得踏入。”白小纯双眼一缩，透过光幕，他看到了其内的天宫家族中有不少的族人都抬头看向自己这里，那些目光一个个都很平静，可隐藏在这目光下的奇异让白小纯知道，就算是天宫家族，也一样有不少人期待众恩令，只不过在天宫的强势下，他们现在不敢露出丝毫。白小纯沉吟少顷，没有强闯，而是站在那里，缓缓开口，声音蕴含了修为传入光幕内：“白某奉大天师之命，来此监督众恩令的执行。无论是天侯家族还是天宫家族，就算是4大天王，也都要推行众恩令。所有族人平均分配家族财产与资源，尔等庶出，嫡系却没继承权之人。”尔等白小纯一边开口，一边看向光幕内的那些天宫家族的族人，半晌后说完，那光幕上的中年男子面无表情地看了眼白小纯。说完了？不送。话语传出，这中年男子面孔消失，白小纯站在那里，皱起眉头，沉吟中转身去了第2处天宫家族，随后第3处、第4处。很快的，他就在这第1区与第5区几乎全部走完，去了9处天宫家族。只是任何一个天宫家族，白小纯遇到的都如第1个家族一模一样，没有哪个天宫让他进去，大都是在阵法外，任由他说话而已。
且说完之后就毫不客气的送客。这种既配合又不配合的态度，让白小纯面色难看的同时，远远跟随且观望这一切的四周众人也都起了很多心思。同时，关注白小纯举动的还有那些天侯以及他们的子嗣，一个个在通过各种方式知道了这一切后，纷纷心中一沉。难道这种恩令推行不下去了？更多的人开始患得患失起来。就在这满朝文武四都在关注白小纯时，白小纯面色阴沉的来到了最后一处天宫家族。这是陈家。陈好松的家族占据了这片区域的一半范围，天宫塔屹立在那里，远超天侯塔。而其家族内所有族人都在沉默。这段时间，关于天侯家族的重恩令，所有天宫家族的子嗣也都心动，可他们不敢有什么动作，实在是天宫家族与天侯家族截然不同。如当初大天师举起屠刀的血腥风暴中，天侯灭了18位，可天宫却都不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他们不是背叛皇朝，他们的地位就很难被撼动。毕竟他们是天人，而天人强者，无论是蛮荒还是通天河区域，都是属于高高在上的存在。此刻，几乎在白小纯到来的刹那，一道光幕瞬间升起，将白小纯阻挡在外时，有嗡鸣低沉的声音从光幕内回荡开来：“说吧，说完就滚。”这声音透着轻蔑，更有厌恶。白小纯目光一凝，看着远处陈家光幕内那座天宫塔，他忽然笑了，只是这笑容带着冰寒，更带着压抑不住要爆发出来的疯狂。第794集，天宫也给我忍！四周跟随白小纯来临的那些围观众人，此刻也都沉默下来。他们亲眼看到了白小纯在这10大天宫的家族中，连门都进不去的一幕，心中浮现无数思绪。而此事也在扩散中，使得葵黄城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此地。光幕内，陈家的族人一个个神色平静，纷纷抬头，透过光幕看向外面的白小纯。陈雄也在其中，他此刻面色有些复杂。实际上，他虽是嫡系，可也不是陈家的继承人。以往对白小纯，他是有恨意的，可如今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了解自己家族的底蕴，也清楚的知道，如果真的平均分配的话，自己得到的那一份将是如何的让人怦然心动，那恐怕是他一辈子都无法拥有的资源。就在这陈家族人思绪各异时，光幕外的白小纯，他的笑容更为冰冷，他的目中疯狂之意也越发强烈。他既然来了，自然也有预料，知道天宫家族比天侯家族要难啃很多，所以再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要豁出去一把，故而他将这与自己有多次摩擦的陈家放在了最后。如果前面顺利还好，一旦不顺利，那么白小纯就准备在这陈家疯狂一次。而现在他连理由都不用去找了，陈家的态度已经足够让他去爆发了。他右手蓦然抬起，向着前方陈家的光幕猛地一指：“尸魁军团，给我轰开这阵法光幕！”白小纯淡淡开口，他的话语传出，让所有听到之人都愣了一下。无论是远处围观的，还是陈家家族内众人，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白小纯四周的5000尸魁就一个个目中红芒惊天。吼吼！5000尸魁全部发出强烈的嘶吼，骤然冲出，尤其是白小纯身边的银色大汉更是最先飞出，速度之快，直接就一击轰在光幕上，整个光幕顿时颤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9尊半步天人的黑甲也已然临近，齐齐出手，顿时声响惊天动地。没有结束，此刻5000尸魁大军也都到来，5000尸魁联手，全部爆发出自身的最强神通。一时之间，漫天术法神通铺天盖地倾泻，如同战争降临，5000道术法形成了滔天大浪，直接就席卷一切，直奔扑向陈家阵法光幕。白浩，你要干什么？光幕内，之前那轻蔑的声音立刻气急败坏的咆哮，所有陈家族人也都纷纷面色变化，尤其是四周观望之人，更是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倒吸口气。这白浩他，天哪！他居然下令进攻天宫家族，他竟真的敢这样！这些观望之人一个个猛地一个机灵，打起精神，立刻将这消息急速的传了出去。顿时，葵黄城内所有知道了此事之人都一个个神色各种变化，甚至不少天侯都直接从所在的天侯塔内猛地站起，无法置信般看向陈家所在方向。还有其他9大天宫也都吃了一惊，齐齐神识扫过，各自面色变幻，看了看苍穹上的皇宫后，都沉默下来。而那些庶子族人此时也都全部呆若木鸡，一个个吸气时，脑海里浮现的只有一句话：他疯了。在这件事情轰动众人时，陈家的阵法光幕就算是再强，也都无法阻挡如此惊天动地的神通之海，在那术法浪潮碰触后骤然崩溃，层层碎裂，直接就爆开。随着爆开，一股风暴直接就轰入陈家家族内，眼看大乱，怒吼咆哮无数。就在这时，天宫塔内传出一声带着怒意的低吼：白浩，
你找死！随着话语回荡，天宫塔猛地震动，一股波动向外扩散，瞬间就笼罩八方，直接就与那轰入进来的术法浪潮碰触到了一起。轰鸣之声，哪怕是皇宫都可以清楚听闻。那片术法浪潮立刻崩溃，其内5000尸魁全部倒退开来，可那位银甲大汉以及9尊半步黑甲却是逆流而上，化作残影直奔天宫塔。几乎在他们到来的瞬间，天宫塔上风起云涌，天地变化，一张属于陈好松的巨大的虚幻面孔蓦然幻化出来，向着来临的银甲等尸魁传出了一道如同咒言般的咆哮。着！这咒言一处，竟有一座座大山从虚无中凝聚，直接降临下来。轰鸣中，与银甲大汉等人直接就碰撞到了一起后，陈好松的面孔扭曲了一下，竟从其眉心瞬间出现了一道紫光，速度之快，一路势如破竹，轰开虚无，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似要将白小纯直接轰杀。可就在这时，天人波动在白小纯身边猛地传开，他身边此刻只有一具黑甲，始终跟随。这黑甲正是白小纯的那堪比天人的尸魁。这大汉没有半点迟疑，一步走出，右手握拳，直接一拳就轰向来临的紫光，声响瞬间响彻天地，那紫光崩溃，而黑甲大汉也都身体一颤，倒退数步，与那紫光碰触的右手直接就崩溃爆开，整个手臂直接消失。如果换了血肉身躯，这伤势将会极大，可他的身躯根本就不在乎这伤势，甚至可以看到其断去的血肉处竟有肉芽正不断的蠕动，似要重新长出。眼看没有灭杀白小纯，天宫塔猛的震动中，陈好松的身影从其内一步踏出，大袖一甩，立刻一股风暴轰向银甲大汉以及那9个半步天人。轰鸣中，9个半步天人全部颤抖，身体纷纷倒退，就算是那银甲大汉也都身体一颤，退后几步。可陈好松也一样面色阴沉，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下。陈好松全身天人波动强烈扩散，他没想到白浩居然真的敢对自己的家族出手。毕竟之前的几次摩擦，他也看出白小纯那里多是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且他也早就判断出白小纯的性格，知道此人虽有狠辣，可实际上对小命看得极重，不会轻易真正去做出冒险的事情。可如今白小纯的果断与坚决，让他也吃了一惊。此刻盯着白小纯，阴冷开口：“白浩，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白小纯冷眼看着陈好松，右手抬起，立刻银甲大汉以及所有尸魁都停顿下来，可身上的杀机依旧强烈，虎视眈眈。陈好松眯起双眼，他虽在修为上比银甲大汉高了不少，但他明白这尸魁大军根本就是不死之身，甚至还蕴含了其他变化。尤其是那5000尸魁，如今也都重新包围上来，更不用说白小纯的身边还有那尊准天人的尸魁。这一切，就算是他也都心惊。白小纯神色冰寒，冷冷看着陈好松，向前走去，一步步直接就踏过了方才光幕所在的地方，走进了陈家家族内。众恩令下，一切平等。陈家所有庶出以及非继承人的嫡系，我欢迎你们向我传递消息，以确保你们应分配到手的家产是公平公正的。如果因你们自己的胆怯懦弱，从而放弃了这个机会，使得分配不公，使得所谓的继承人依旧收获最多，那么想来你们以后的结果，你们自己也能明白。吃了多少，怕是都要吐出。而你们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只需将你们家族的一切情报、财产、资源，或者多了什么人都暗中告诉我就可以了。恶人，我来做。白小纯的声音平缓却有力，传入四周陈家族人耳中，立刻就有不少族人暗中心跳加速了一些。陈好松面色难看，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苍穹皇宫，静默下来，没有去阻止。白小纯说完，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四周众人，转身离去。可刚走出几步，他忽然回头，目内寒芒一闪。对了，刚才白某在外面时，谁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天师的重恩令，更是说出让我说完就滚。白小纯缓缓开口，他话语一出，立刻就有不少陈家庶出族人似有意无意的目光向着远处一个老者扫了一眼，就连陈雄也都微微扫视。那老者面色顿时猛地大变，可还没等他说些什么，白小纯一挥手，灭了。几乎在他开口的刹那，5000尸魁同时出手，轰鸣中，那老者惨叫一声，形神俱灭。陈好松面色更为难看，沉似黑铁。白小纯的帽子扣得太大太狠，如今事态微妙，他深吸口气，忍了下来，盯着白小纯的背影，眯起眼睛。第795集，找到线索。10大天宫家族，白小纯不需要每一个都这样，他要的只是表达一个态度，在陈家发生的这一切，不但可以让其他9个天宫家族的子嗣心思活络起来，更是能强烈的刺激所有的天侯家族。如此一来，就足够了。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在白小纯离开了陈家的当天，他收到的消息之多，就几乎赶上了之前半个月加在一起的数量。这里面真真假假，关于各个家族财富的那些，
白小纯只是一扫就略过，他重点关注的是这些家族在前段日子的动向以及一条条情报消息，这才是白小纯关注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数日里，这些消息越来越多，白小纯沉浸在内，不断的寻找时，重恩令的推动也在天宫家族内掀起了暗流，使得白小纯这里开始收到了来自天宫家族的一条条消息。与此同时，随着风暴的席卷，天侯家族已经有些掌控不住了，而天宫家族则是暗流更多。除此之外，就连四大天王也终于受到了这场风暴的波及。其中斗圣王还算好的，他的子嗣很少，算是小圣王在内也只有5位而已，足够他们挥霍，也没必要太过去争夺。而巨鬼王更是毫发无损。至于红尘女，此刻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祭祖之日后，他在巨鬼王的劝说下闭关，如今还在尝试突破。可九幽王却惨了，他的子嗣族有100多个，这100多子嗣一个个都狂喜，拥护大天师与白小纯的同时，周红那里都要哭了。原本要接替王位所需的半神修为，对他来说就极为遥远，可总算是家族内有足够的资源，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可眼下这希望也都要断绝，让他对于白小纯那里已经是深恶痛绝。九幽王也发愁，他半神修为原本对这些不是很在意，可看着自己的那些子嗣一个个叫嚣，他也头大。只是他每次觉得头痛时，一想到那整个蛮荒中在播种方面声名赫赫的灵灵王，就忽然神清气爽，觉得自己这点事实在不算什么。灵灵王已经要抓狂了。灵灵殿内，他的咆哮传遍全城。该死的白浩，这小子太歹毒了！我不就是把他和珊珊给拆散了啊？本王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自己女儿我去管一下，难道也不可以？他这是报复，这分明就是在针对本王！灵灵王大吼，气得浑身哆嗦。一想到自己的那些子嗣，他就忍不住心底哀嚎一声。他的孩子太多了，仅仅是儿子就有3000多个，如果算上女儿，足有5、6千之多，甚至具体多少他自己都记不得了。一想到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要被5、6千子嗣瓜分，灵灵王哪怕是半神修为也都心烦意乱。可他的那些儿子们却是被这个重恩令刺激的直接惊喜起来，一个个不说双眼冒光，也都差不多了。对于大天师与白小纯的拥护更是前所未有，甚至如果灵灵王造反的话，他们都有那么一些可能联起手来先去反了灵灵王。整个灵灵城乱了，这5、6千的王爷子嗣每个人又大都有自己的小势力，如此一来彻底乱作一团。灵灵王无奈，他觉得自己总不能为了家产去灭了自己的子嗣，只能郁闷地看向葵黄城。那个白浩一定是故意的。而灵灵城内最为暴怒的正是那位世子，他咬牙切齿，眼睛都红了，对于白小纯的恨滔天一般。而许山则是在他的闺房内默默看着葵黄城，轻叹一声。他隐隐觉得白浩那里似乎有些不对劲了，他想去找白浩，可当日其父亲将其带回后就立刻禁足，使得他无法逃走。至于陈曼瑶也是这般，当初被大天师下令，至今还在闭关之中。随着4大天王那里各自不同程度的乱起之后，白小纯也从那无数的消息里摸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妙龄失踪，曾出过地品炼魂师的家族族人也大都失踪。白小纯喃喃低语，目中的杀机翻腾，但却被他强行压下。他明白，越是这个时候，自己越是不能轻举妄动。他必须有确凿的把握后，才可一举出手将白浩救下。否则的话，一旦出手后失败，打草惊蛇之下，想要再找到线索，近乎不可能了。机会只有一次，我的线索还不够。不过这妙家的族人还是要先找到的。白小纯想到这里，立刻传音周一星，安排他根据自己如今得到的无数线索，重点寻找妙家的族人，但却让其找到后只是盯着，不要去动。我现在差的就是4大天王到底是谁，在当日出手了。只要有了这个线索，顺藤摸瓜，才可以联系之前的消息，串在一起后，我就可以锁定白浩的下落。白小纯深吸口气，抬起头时，他的脸上带着疲惫，他的眼中疯狂之意更为明显。这近1个月的时间，他没有丝毫的休息，整个人的神经都绷着。此刻沉吟中，他立刻就通过监察府，向着4大天王所在的城池内那些天王的子嗣传递出一个消息，让他们在3天后达到监察府，自己要当着他们的面去宣读重恩令。白小纯明白自己这是一个邀请，并非大天师的旨意，所以这4大天王的世子根本就不可能理会自己。至于他们的恨，白小纯毫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到底能有多少没有继承权的天王子嗣到来，而他们也将是白小纯在天王府上的案子。这消息传出后，巨鬼王听说了，直接无视，而斗圣王那里也没去理会，他的子嗣也都没去在意。只有九幽王与灵灵王的子嗣都振奋中，纷纷通过传送阵，在白小纯要求的时间，从2大城池来到了监察府。这一天的监察府内人数众多，白小纯从密室走出后，看到这么多人，也都愣了一下，
尤其是当他知道了这里面几乎9成7、8都是来自零陵城后，他也震撼不已。而那些王爷的子嗣在看到了白小纯后，也都一个个很是热情，纷纷抱拳拜见。拜见监察使，监察使英武非凡，这种恩令就是我魁皇城未来盛世的壁垒啊！声音嘈杂，从这数千人口中传出时，白小纯微微点头，没心情去应付，直接就当着众人的面肃然开口：“诸位，魁皇诏曰，即日起，天师以下所有王臣、妻子4君可受封，不再独传世子。所以，你们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未来继承王位，而就算没有达到半神修为，可按照众恩令的规定，你们有权利去与世子站在同一个起点上。可最终能否公平，还要看你们对于自己家族的了解有多少。你们告诉我的消息越多，情报越多，白某最终才能越是让你们满意。而现在，天侯家族、天宫家族的家产，在那些庶出以及嫡系的族人传递下，白某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眼下就差你们了。”白小纯话语回荡，众人纷纷安静下来。此事他们之前就听说了，如今倒也没有意外。对于白小纯这里，他们很是感激。这种消息我来暗中告诉你，而恶人却是你来做的办法，他们自然要去支持。况且家族的家产以及消息，就算是被外人知道也没什么。如果说天宫家族已经是不叛变就不会有危险的话，那么半神家族怕是就算是背叛了，也都少有人敢去惩罚。这些天王的血脉子嗣本身又不是世子，需要考虑那么多，所以平日里行事大都是无所顾忌。在离开了监察府后，当天就有大量的消息暗中传音给了白小纯。如此一来，白小纯已经算是将整个魁皇朝满朝文武都一网打尽，无数的情报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向着他这里汇聚，尤其是还有一些非权贵的族人，而是魁皇朝的子民，他们也参与进来，向着白小纯这里如检举一般告知一条条消息。白小纯也更为忙碌起来。终于在又过去了5天后，这一天的夜里，白小纯在监察府密室内猛地抬头，他的右手死死地捏着传音玉剑，他的呼吸急促，他的目中有强烈的杀机疯狂的跳动。他找到了线索，综合在一起后，白浩失踪之事的迷雾在他的眼前已经彻底消散。曾出过地品炼魂师的家族13个家族联合9幽王，妙莲儿的祖父藏身在那13个家族中的一个。白小纯心中杀意升起，低头翻动传音玉剑，抽丝剥茧般找到了来自一个周姓天侯家族内部其子嗣提供的一条情报：家族内似多了一个选品炼魂师，此人陌生，神秘莫测，听说来此闭关，应该是在炼灵法宝。白小纯蓦然抬头，深吸口气，目中血色瞬间浓郁到了极致。找到了。第796集，杀向周家。周武道。白小纯目中散出炙冷的冰寒，他所在的密室这一刻也都如同隆冬，寒霜四起。关于白浩失踪的事情，白小纯虽不算是彻底明白了因果，可如今也查出了七七八八。那是妙莲儿家族的老祖，一位选品巅峰的炼魂师，打算用白浩的魂来炼火，而因忌惮自己，所以联合了13个家族，更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动了9幽王，这才有了1个月前那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之事。而后他更是藏身在某一个家族之中，外人几乎无法知晓。毕竟这周武道在魁皇朝诸多天侯中，他不是最强的那10位，但也不是最弱的行列，处于中游。且此人不善言辞，也不愿太与人接触，平日里更是沉默居多。即便是朝堂上，也大都是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就算是勉强开口，也都是顺应大势，其存在感之少，很多时候会被人不知不觉地忽略掉。就算是白小纯这里，在这之前也都对这周武道了解很少。若非是这一次的重恩令波及整个蛮荒，使得周武道家族内的一个庶子偷偷传信，白小纯怎么的也无法想到，白浩居然在周武道的家中。自然的，这周武道就是那13个家族之一，可白小纯查到的线索也只是到了这里就没了。其他的12个家族到底是谁，他如今还没有找到。不过这些不是他迫在眉睫的重点，他这1个月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寻找白浩这件事情上，自然有所侧重。此刻终于有了把握，且白小纯也没打算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大天师。实在是此事对白小纯极为重要，他不允许出现丝毫节外生枝的变化。而一旦去请示大天师，先不说大天师会不会立刻同意，而且哪怕有一丝可能走漏风声，造成打草惊蛇，那么白小纯想要再找到白浩，难度之大将远超现在。这件事他赌不起。白小纯腾地站起，身上煞气强烈，那压抑在心中1个月的疯狂，今天他要将其释放出来，他要杀人。没有半点迟疑，在起身的瞬间，白小纯取出传音玉简，向着周一星交代一番，一步走出，直接就到了监察府的半空中，大袖一甩，神念随之扩散后，他向着周武道家族所在之地展开急速呼啸而去。与此同时，有轰鸣声在这监察府内陆续回荡，一道道尸魁身影冲天而起，不是5000，而是4000。有1000尸魁，白小纯交给了周一星，
让他去处理其他事情。此刻，4000尸鬼跟随在白小纯身后，那一道道长虹，还有煞气形成的黑色漩涡，使得天地变了颜色，风云卷起。魁皇城内所有关注白小纯之人都纷纷心神一震，而白小纯根本就没理会任何人的目光。此刻的他，眼睛的血红不再去掩饰，在别人看去，整个双目都彻底成为了红色血海一般。而他的杀气之浓也达到了极致，一股肃煞铁血之意更是在他身上不断的爆发。渐渐的，他好似化身成为了魔神，带着4000尸鬼，似乎要撕裂天地。气势之强，撼动八方时，白小纯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心中压了1个月的焦急、自责、慌乱、紧张、忐忑，种种情绪在这一刻都化为了疯狂。白小纯这一生很少有这种杀戮疯狂的时候，实在是对方逼人太甚，欺负到了鼻子上。且这1个月的寻找，使得白小纯此刻一旦找到目标后，他的杀意根本就无法去压制丝毫。可白小纯的理智还在，他明白报仇不是重点，重点是白浩。所以在那轰鸣中，在那这4000尸鬼随着白小纯直接横跨数十个大区，远远的看到了在那61区内屹立在那里的一座天侯塔的刹那，白小纯目光一闪，那里正是周家。你能不能感受到这周家范围内哪一处密室藏着一位玄品巅峰的炼魂师？白小纯的神识扫过，一无所察后，向着银甲大汉传音。银甲大汉目光一闪，看向远处的周家，很快就摇头。此人应该有特殊秘法，防止神识探查。白小纯眯起双眼，脚步不停，刚一临近周家，他立刻开口：“2000尸鬼，给我封锁此地，无论天上地下，没有我的允许，不可有任何人进出。”他话语一出，顿时就有2000尸鬼目中红芒一闪，瞬间从队伍里分散开来，直接就对周家乃至周家四周的大片区域开始封锁，形成了包围。在这包围中，这2000尸鬼更是彼此联合，竟形成了阵法。瞬间，周家的半空中黑雾凭空出现，蓦然翻滚时，一股封印之力也直接展开，笼罩周家所有区域。顿时，周家就传出无数的惊呼，尤其是周家的继承人那位小侯爷，此刻更是惊怒不已。猛地抬头时，他立刻就看到了尸鬼大军对自己家族的封印与包围，更是看到了远处煞气滔天的白小纯正带着2000尸鬼似要撕开苍穹般呼啸而来。周家的小侯爷身体猛地一个机灵，他是整个周家极少的几个知晓家族内藏着妙龄儿的祖父之人，且知道自己的家族参与了掳走监察使魂仆之事，所以这一次的重恩令，其他家族的小侯爷都愤怒滔天。可他这里虽也愤怒，但心中更多的却是忐忑，就算是表露愤怒，也大都是用作掩饰。如今在看到白小纯的瞬间，他面色大变的同时，脑海更是嗡鸣。他有种强烈的直觉，对方知道了真相。起阵！这位周家的小侯爷猛地就发出极厉之音，随着声音出现，他更是咬破舌尖，喷出一口本命鲜血。这鲜血仿佛是开启阵法的关键，在喷出后，立刻一道血光猛然间就从整个周家内散发出来，眨眼间就直接形成了一道血色的光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带着2000尸鬼轰然而来，他看都不看那血色光幕，带着2000尸鬼狠狠的就撞向光幕。远远一看，这一幕很是惊人，那2000尸鬼凶残也就罢了，前方的白小纯竟更为狰狞，一股悍戾暴虐之意在他身上瞬间升腾，好似一座正在肆意爆发的火山。轰轰轰轰！这声响之大，震天撼地，掀起了如大浪般的波纹，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时，使得不少建筑都摇晃起来。那血色光幕随即就开始颤抖、扭曲，坚持了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直接四分五裂，层层碎开，化作无数碎片，向着周家宣泄而去。周家顿时大乱起来，随着那些光幕碎片的冲击，不少族人都喷出鲜血，一个个神色惊慌中带着无法置信，更有不少人发出凄厉嘶吼：“白浩，你要干什么？我们周家没有触犯律法，也没有得罪你，你为何如此？”白浩，你擅用职权，公报私仇，此事很快大天师就会知晓，满朝文武都会知道，你自身难保，必死无疑。诸位同族，我们一起出手，只要阻挡一时半刻，自然有人来惩罚此狂徒。最后这句话是周家那位小侯爷扯着嗓子吼出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身体急速后退，直奔此刻正快速闪动的天侯塔。虽不是所有族人都认同那位小侯爷的话语，可还是有部分周家的长辈与族人此刻都带着愤怒，蓦然飞出，直奔白小纯。同时还有周家的那些仆从，此刻也都硬着头皮，纷纷飞向白小纯。数量不少，足有上千人之多。可就在他们冲来的刹那，白小纯身后的那些尸鬼大军立刻冲出，所过之处杀戮滔天，轰鸣惨叫之声也在这一刻惊天而起。第797集杀灭崩。那些周家的族人根本就无法阻挡，纷纷喷出鲜血，全部倒退时，
白小纯冷酷的声音也在这一瞬回荡四方。白某的确是公报私仇来了，可只杀3人，与等若自己找死，直接斩杀。这些周家族人，白小纯没时间去理会，杀不杀无所谓。可有2个人他是必须要杀的，一个是周武道，一个就是妙龄儿的祖父。而如今又多了一个，正是这位小侯爷。白小纯的脚步没有半点停顿，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位小侯爷，奔雷而出，速度之快，瞬间就已经追上。此刻的周家小侯爷，他面色苍白，速度展开到了极致，眼看就要踏入天侯塔的范围内。可就在这瞬间，白小纯的身影刹那出现，右手抬起时，向着那位小侯爷直接一拳轰出。这一拳带着白小纯的怒意，带着他的疯狂，在轰出后似要撕裂虚无。那位小侯爷发出凄厉之音，他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死危机，更有一种天地之大，可却没有自己容身之处的强烈感觉。似乎在这原本应该让他觉得安全的家中，此刻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爹，救我！周家的小侯爷颤抖，声音凄厉仓皇的回荡时，天侯塔猛然间就爆出一道光束，直奔白小纯而来。与此同时，更有一个带着冷酷以及自信的声音从那天侯塔内猛地传出：白浩，你敢杀我儿，你的魂魄就必死无疑。天侯塔内此刻盘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这男子身体中等，其貌不扬，虽是半步天人的修为境界，可也不算很强，只有依靠这天侯塔，他才可以展现出无限接近天人的战力。所以就算是他知道了白浩杀来，就算是他看到了家族的血色光幕崩溃，可他依旧还是忍下，没有走出天侯塔半步。他心底也有犹豫，更有强烈的忌惮。他忌惮的不是白小纯，而是那些尸魁，尤其是里面那具银甲大汉，更是让他呼吸凝滞。可他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与把握，毕竟白小纯越是如此，就越是说明那魂魄对他而言的无比重要性。所以他相信对方追杀自己的儿子，明显是要给自己施压，又或者是要交换。可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对方不敢杀人。他毕竟是天侯，这里毕竟是魁皇城，而对方毕竟还是监察使，头顶上有大天师威慑。他相信对方就算再发狂，也都还有理智，只要拖延一下。周武道心里思索着，手中拿着传音玉简，正在求救。可就在这周武道觉得自己有把握的瞬间，白小纯的目中血色闪耀，根本就无视那从天侯塔上飞射而来的光束，右手拳头不但没有停顿，反而更快的一拳轰出。轰鸣中，这一拳直接就撕开了虚无，如同风暴，瞬间就落在了正急速逃遁、刚刚踏入到了天侯塔范围内的小侯爷身上。这小侯爷只不过是元婴中期的修为，在白小纯这堪比半步天人的战力一拳下，他岂能承受？轰鸣中，那风暴就瞬间将其吞噬，绝望的惨叫刹那就从这小侯爷的口中强烈无比的传出。可这声音没有持续太久，他的身体就在那风暴般的一拳中血肉模糊，轰的一声四分五裂，就连其元婴也都无法在那风暴中逃遁，刹那就被撕成无数尸骨无存，形神俱灭。而来自天侯塔的光束，此刻也被银甲大汉一晃之下代替白小纯阻挡，毫发无损。白浩，蕴含了无法置信以及疯狂之意的声音立刻就从那天侯塔内传出。此刻的周武道，他猛地站起身，身体颤抖，怒吼咆哮：你居然敢杀我子嗣！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白小纯那里居然如此果断，根本就没有丝毫妥协交换之意。这一幕同样也被此地周家的族人全部亲眼目睹，一个个内心颤抖，呼吸滞住。他们之前在听到了白小纯冷酷的话语后，绝大多数已经没有去阻止了，可就算是这样，此刻也都一个个心惊肉跳。不只是他们这样，在这周家的八方，在2000黑甲封锁之外，白小纯此番行为也都引起了各方关注。无数人在看到这一幕后，都下意识地吸了口气。杀人子嗣，这仇已经大了。白某来到魁皇城后，就是杀的太少了，所以你等才敢将主意打在我的身上。今天我不只要杀他，还要杀你！白小纯声音酷烈，话语间更是一步走出，带起音爆轰鸣，直奔天侯塔而去。刚一临近，立刻这天侯塔就爆出数道光束，直奔白小纯。与此同时，更是在这高塔上幻化出了一尊身影。这身影是虚幻的，正是周武道凭着天侯塔的神奇形成的法身。在出现后，他带着疯狂直奔白小纯而来。银甲大汉以及其他尸魁正要随白小纯一起而去，可一个个却突然脚步停顿，竟纷纷倒退，四散开来，以那银甲大汉为首，直接轰向地底，更是横扫地面上的所有建筑，去寻找妙龄儿的祖父藏身之地。显然是白小纯传出了神念，他不需要尸魁相助，他的压抑，他的疯狂，他这一个月的焦急与自责，他要自己去宣泄。隆隆声中，那数道光束落在白小纯身上，骤然爆开。可白小纯眼睛都不眨一下，甚至身体都没晃动丝毫，猛地冲出，速度之快超越闪电，
直接就到了那虚幻身影的前方，右手抬起时猛地一按，立刻一股风暴滔天爆发，横扫四方时，周武道的虚幻身影冷哼一声，掐诀间，顿时他的四周竟出现了无数的蟒蛇之影，一条条蟒蛇发出尖锐的嘶嘶声，直奔白小纯而来。白小纯神情毫无变化，右手抬起，顿时他的拳头上就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这漩涡刚一出现，就形成了一股真空之力，好似要将天地间的一切气息都吞噬而来。与此同时，白小纯自己的气息也都在这一刻被那黑色漩涡全部吸收，整个人好似不存在了一样，更是在他的身后出现了那充满了无上霸道的身影，正是不灭地拳。这是让红尘女当初都色变的无限接近天人的一拳。此刻一拳骤然落下，霸气滔天，这一拳的轰出形成了一股惊天之力，好似在白小纯的四周有黑夜降临，那黑夜猛地扩散，要去吞噬一切光明。所过之处八方轰动，周武道虚幻的身影面色大变，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不由得大吼一声，双手掐诀间，所有的蟒蛇之影都融合在一起，竟成为了数百丈大小，盘起蛇阵要去阻挡。可这阻挡在白小纯的不灭地拳下根本就是螳臂当车。轰轰轰，那数百丈的蟒蛇发出嘶吼，身体瞬间皮开肉绽，如同是被削去了血肉，肉眼可见中直接就成为了骨头，砰的一声成为飞灰，居然无法阻挡丝毫。而周武道的虚幻之身也在目中的恐惧与骇然中，于那不灭地拳的一击下蓦然碎灭。没有结束，被白小纯这一拳掀起的黑夜瞬间就轰在了那天侯塔上，此塔立刻剧烈的颤抖，其内的周武道狂喷鲜血，面色苍白，不惜代价不断的加固天侯塔，试图去阻挡。再来一倍！白小纯眼中金芒一闪，抬起的右手再次狠狠落下，轰鸣中不灭地拳又一次爆发，其威力再多一倍。顿时那不灭地拳掀起的黑暗瞬间凝聚在一起，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拳头，在无数人亲眼目睹以及心神震撼中，这巨大的拳头直接就砸在了天侯塔上，天地四颤，魁皇城也都震动。半晌之后，白小纯那不灭地拳消失，天侯塔依旧屹立。白小纯站在那里，神色冰冷。塔内的周武道喷出鲜血，整个人一下子苍老了无数，可却狂笑起来。堪比天人的一拳又如何？我这天侯塔！周武道正说到这里，忽然被咔咔之声打断。低头时，他神色大变，瞬间没有了丝毫血色。他看到在自己的脚下，此刻出现了一道裂缝。不可能，不可能！周武道整个人如被天雷轰击，眼中露出强烈的恐惧与无法置信。咔咔之声骤然而起，整个天侯塔在这一刹那直接就出现了一道道裂缝。这裂缝越来越多，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轰然崩溃。第798集，我也给你实习。在天侯塔坍塌的瞬间，四周一片死寂，周家的族人全部都睁大了眼，脑海如有天雷轰鸣。对一个天侯家族来说，天侯塔就是家族内至高无上的象征，而此塔也是整个家族最重要的传承，一代代传给新的继承人，从而来维护家族的延续。可眼下，周家的天侯塔崩溃了。此塔虽不是搬迁到了蛮荒后魁皇朝崩溃的第一个，可却是这1000年来的首个。此事之大，可以想象。他们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这周家的八方，那些各个势力的案子以及所有观望之人，全部都目瞪口呆。周家的天侯塔崩了，这白浩他竟敢碎灭一个天侯塔！就在这众人哗然时，崩溃的天侯塔内，周武道喷出鲜血，整个人更加苍老了很多，其身影瞬间就激射而出，不是冲向白小纯，而是逃遁。他不得不逃遁，实在是他被白小纯那一拳深深的震慑了心神。他无法想象，那到底是这样的一拳，竟能将那至高无上的天侯塔崩溃。这在他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根本就颠覆了他的思绪。外人对于天侯塔的了解只是1、2，可他身为天侯，而此塔又属于他，他对于天侯塔的掌握极为深刻。他明白，其实所谓的天侯塔并非是天侯创造，而是魁皇城自身凝聚出来。准确的说，这是魁皇城这件惊天法器自身所形成的某种阵法的外放。毕竟整个魁皇城如今显露在外的只是部分而已，还有更多的大一片埋葬在地底深处。而天侯塔就是这法器之力的蔓延，可以让修为在半步天人的天侯借此发挥出超越自身、无限接近天人的战力。至于天宫塔，威力更大，只是这种威力一般情况下是被限制的，除非是在魁皇朝的生死危机下，否则不允许个人去过多的消耗。可就算是这样，此塔的坚固程度也绝非常人可以轰开，即便是1000年前也曾有过，可那是半神开战才引起的。所以在这之前，周武道从来没想过天侯塔竟会崩溃，他想不出答案，可却觉得此事诡异中透着一股可怕。如果不是修为的缘故，那么就是其神通特殊，他那一拳
是什么术法？周武道面色苍白，他隐隐觉得自己似乎招惹了凭着自己的力量无法抵抗的存在，此刻毫不迟疑，骤然间就要逃遁。白小纯眼中寒芒一闪，他对于天侯塔了解不多，也没觉得崩溃一个天侯塔会对周武道那里产生如此大的威慑，此刻身体一晃，蓦然追去。可就在他如闪电一般追了出去的刹那，忽然的，在这周家边缘的一处区域，地面无声无息大量坍塌下来，一道身影以惊人的速度，似身体都化作了半透明，猛地冲出，直奔外围，将此地封锁的尸魁而去。他的速度太快，更是似乎掌握了某种神通，竟让那些尸魁仿佛察觉也都慢了一些，使得这模糊的身影眼看就要冲出封锁。但就在这瞬间，半空中明明去追击周武道的白小纯，他的身体没有半点停顿，更没有丝毫的异样，居然刹那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那模糊的身影前方，似早就知道会在这个时候有人想要逃走一般，准确无误。你终于肯出来了！白小纯眼中寒芒惊天，声音透着冰封世界的冰冷，更有杀意明显撼动苍穹大地。轰鸣中，他的四周更是瞬间就出现了气旋，如同风暴席卷而起。这杀气之强，居然比之前白小纯与周武道出手时还要强烈太多太多。你……那模糊的身影神色一变，骤然后退。他是一个老者，此刻目中带着惊慌，显然他以为自己逃出的时间正是天侯塔崩溃、周武道逃遁、白小纯追击的关键时刻。那个时候，他的逃出配合其身上特殊的功法，使得尸魁察觉缓慢，他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趁机逃走，但却没想到自己几乎刚刚出现，对方竟然似早有预料，阻挡之快让他措手不及。看着眼前这老者，白小纯杀机完全释放出来。实际上，在来这周家时，他眼看自己神识无法找到对方藏身之处，且那银甲大汉也寻找不出。那个时候，白小纯心中就有了计划。他之所以杀小侯爷，一方面是泄恨，另一方面也是去逼迫周武道，不给对方拖延的可能，从而二人一战。而这一战的关键，并非杀人，而是白小纯要给妙莲儿的祖父制造一个让他自己出现逃走的机会。他琢磨的是，自己既然找不到对方，那么只有把事情做绝了，只有让对方感觉自己彻底发狂了，那么才可以让那炼魂师趁机逃走。所以他的出手才如此干净利落，直接就是不灭地拳。而实际上，他的神识从踏入周家的那一刻就从来没有消散丝毫，始终锁定四周自己的那些尸魁，因为他明白，在这封印下，对方要逃走，只有强行突破才可能，而他等的也就是对方出现的那一瞬。此刻眼看对方急速后退，白小纯迈步追去，更是神念一起，立刻四周的尸魁大军修为轰然爆发，齐齐迈步收缩包围圈的同时，银甲大汉等尸魁更是天人修为轰然散开，化作威压，直奔老者而去。这一刻，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封锁的彻彻底底，如同天罗地网，任凭这老者术法如何特殊，也都插翅难逃。不但是他如此，还有那周武道，此刻也被逼得停止逃遁，不得不后退。这四周的封锁，他根本就无法突破丝毫。眼看危机，妙莲儿的祖父那位玄品巅峰炼魂师面色苍白，可目中却露出疯狂。后退时，忽然向着来临的白小纯大吼一声：“白浩，放老夫离开，否则的话，老夫心念一动，你的魂仆就形神俱灭。”他说着，似担心白小纯不相信白浩的魂还没有死亡，掐诀间，立刻在他的眉心内就出现了一团藏在其中的魂影。那魂影正是白浩，被困在老者眉心中，正在被其魂火烧灼，岌岌可危。白小纯脚步一顿，看着白浩的魂影，他的内心一颤，四周收缩的尸魁也都脚步一顿，银甲大汉也都停顿下来，可天人波动依旧强烈。你放我离开，我就把这魂仆给你。老者内心紧张，他不仅仅是望着白小纯，还在关注那天人修为的银甲大汉。眼看白小纯停顿，他立刻内心大定。实际上他之前也已经判断出，此魂在对方眼中怕是看重的程度不比自己少，此刻更为确定。立刻退后，我只给你10息时间。老者目光一闪，语气也都强硬起来，大喝一声，其旁的周武道也都内心活络起来，呼吸带着期待。白小纯将目光从白浩魂影上收回，忍着内心的焦虑，看向这位玄品炼魂师，让自己看起来冷酷的同时，其冰寒的声音也在这一瞬回荡四方。我也只给你10息的时间，是你自己死，还是你妙家全族血脉从此灭绝？给我你的选择。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挥，立刻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光幕，那光幕扭曲了一下，直接就显露出了一幅画面。画面内正是监察府，在那里此刻有数万魂修，男男女女，一个个瑟瑟发抖。妙莲儿也在其中，她面色苍白，目中藏着强烈的恐惧。而他们的四周，1000杀气腾腾的尸魁将他们包围在内，带头之人正是周一星。在看到这画面的瞬间，妙莲儿的祖父
面色瞬间巨变，似乎这一刻，那些人也能看到这老者，顿时一个个就急速开口：“老祖救命！祖父救我！老祖，我是桃儿啊，救命！”第799集白号，你骗我！这些人赫然都是妙家族人，男男女女，不说是全部族人都在，可也几乎占据了整个妙家的7、8成之多。尤其是这里面有不少都是妙家的天骄，更有一些是那妙家老祖付出极大心血与资源，多年栽培出的家族，未来在炼魂方面的接班人。可以说，整个妙家的底蕴与种子都在这里了。原本妙家老祖在发动这个计划前，已经将他的这些族人分散藏匿起来，可却没想到白小纯这里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势力，竟能将他们妙家的族人找出如此之多。实际上，从白小纯当初发现了第一条线索时，他就让周一星去安排了。之所以在之前才动手，正是因为怕打草惊蛇。而如今既然要直面周家，为了防止极端情况，白小纯这才决定一网打尽。如果白浩死亡，这些人的作用没有多少，可白小纯早就判断到了，只要白浩还活着，那么很有可能最后所面临的局面就是那妙家的老祖以白浩来威胁。一旦这样，妙家族人就是白小纯反过来去威胁妙家老祖的杀手锏。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之前才毫不犹豫的干脆利落的杀了那位周家的小侯爷，因为用外人来要挟，自然不如妙家族人更有用。白浩，你……妙家老祖身体颤抖，双眼内瞬间就出现了大量的血丝，他的心神更是嗡鸣起来。他看着画面内的众人，他看着那里面的妙龄儿，看着那些被自己辛辛苦苦栽培出的苗子，更是看着自己所喜爱的晚辈那一张张面孔。他的脑海里不由得出现了以往家族内众人依偎在自己身边那种温馨的一幕幕画面。这一切让他的呼吸粗重而慌乱，让他的目中出现挣扎。眼下他们的性命就在自己一念之间，而这还不是全部。你放心，如果我的魂魄陨落，那么你要相信我，我有这个能力去让你妙家所有子嗣，不管藏在什么地方，都无所遁形。而我也必定让这蛮荒从此再没你妙家一丝一毫的传承，妙家血脉将被彻底抹杀。白小纯盯着妙家老祖，一字一字开口。从妙家老祖用白浩魂来威胁自己时，白小纯就明白，这妙家老祖没有从白浩那里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否则的话，如今就不是拿白浩来威胁自己了，而是有更翻天的手段与方式，置自己于死地。可想到这里，白小纯的心更颤，因为他知道妙家老祖不可能不去搜魂，他必然想要知道白浩魂是如何形成的。也正是因此，白小纯无法想象这1个月的时间里，白浩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与折磨，但却始终没有让妙家老祖成功。这样的弟子，自己之前就从没想过舍弃，如今更是不惜一切。妙家老祖嘴唇哆嗦着，双眼更红，他的呼吸越发急促，甚至有些困难，脑海挣扎，似化作了2个自己，一个代表家族，一个代表自身，正在激烈的交战中。渐渐的，他的个人利益似要占据优势，地品炼魂师的渴望似要压下对于家族的责任。